带你 run tour 善仔的家，松姐姐 run tour。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不管是善仔他18岁，就是他以前住的那个老家，跟现在的家都是以蓝色当元素。因为我觉得因为善仔他可能是游泳选手吧，所以他就特别向往蓝色，特别喜欢蓝色。我也很喜欢蓝色哦，跟你一样。哦，好浪漫哦，我真的很喜欢我已经不知道我是喜欢他们两个还是喜欢这个采光。那说到厕所的内部呢，就有一个瓷砖计划上面我喜欢的地方，跟瓷砖计划上面我会嫌弃的地方，直接说有几个大点是我不爱的，就是我很不喜欢它色系的不统一，灯具的设计也不是我喜欢的。假如你做成像这样子凉躺的话，其实它就是要对称才会比较好看，所以这个也是我看了会一直觉得哎呦这种的感觉。如果你们要问我说这个家里面什么东西最像是善仔的东西，跟最适合善仔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回字动线，就看起来真的超级棒，就是或许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就该养只狗啊，就该养只边境牧羊犬在里面啊。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就开启订阅，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嗨，大家好，我是乐雅。从我小时候呢到现在已经30好几了，基本上是没有追过什么星。唯一我从小到大喜欢的人就只有2个。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中锋之神 Shaquille O'Neal， 应该大家都有看 NBA 知道他是谁吧？你不要跟我说不知道。然后再来呢就是某一个时期，那时候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因为看了《主角的太阳》，我就有小小的沉迷我们的数字蟹欧巴。但是呢在此之后呢，就是我本人就是一个不会沉迷明星的人。但是我最近我整个狠狠的爱上了一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善仔松姐啊！我本来想说，这个剧好像很红，然后我就看了1、2集之后，整个就直接掉入那个漩涡。我只要听到那女主角一大喊松姐啊，我就会觉得哦天啊，我那整个爱情的新少女心都爆发了。那个女主角啊，为了不要让那个善仔死掉，所以呢，她就跑去善仔家里面，然后还逼善仔帮她做一个 run tour，which 是一个很可爱的过程。但是在这个 run tour 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怎么这个感觉怪怪，那个感觉怪怪的。于是呢，我们就特别开了这一集，就是带你 run tour 善仔的家，松姐姐 run tour。因为呢，大家知道善仔是一个大明星嘛，所以他家 which 非常的大，坪数呢我稍微算了一下，大概是可能50几坪吧。因为基本上呢，善仔家的格局就是玄关一进来，左手边的地方是厕所，然后右手边的地方是他的书房，然后再往前这个走廊稍微走一下的话，左边是他家的厨房、中岛跟餐厅，右边是他们的客厅。再直走呢，它就会有一个走廊，然后走廊的左边第一间呢是善仔的房间，到底在那个走廊的尽头呢是一个双开门，善仔很大的更衣间嘛。然后在他的主卧房呢，就是有一个带有火炉系统的浴缸。为了要推坑你们，所以我现在带你们一起看这个片段，然后一起 run tour 善仔的家，我们就跟着看，然后告诉你们什么东西太奇怪了。如果你家有50坪的话，千万不要这样设计。Go。首先呢，他们就是进到善仔家这个玄关，这个玄关其实对我来说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韩国的房子都这样，他们玄关的这个大门是子母门之外呢，它还是很像那种逃生门，然后有一个自动回归的铰链在上面，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就是玄关的地方还是有区隔出一个玄关的地方，所以他们有做了一个小冰柱的铁件的隔屏，然后which只有隔一点点。因为我目测它这个玄关大概是160公分到180公分宽，那当然左手边它就是那个鞋柜，那右手边呢，它这边呢有做了一块那垫出来的木板。一般来说，可能这边就是会有电箱，它这一块就是一个门片，为了要挡电箱，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比旁边的墙面再凸一点点。旁边呢，它就是有一个挂画，就是可以显示出我们善仔的品味。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不管是善仔他18岁，就是他以前住的那个老家，跟现在的家都是以蓝色当元素。因为我觉得因为善仔他可能是游泳选手吧，所以他就特别向往蓝色，特别喜欢蓝色。我也很喜欢蓝色哦，跟你一样。对。进到玄关我觉得很好，因为它除了玄关的鞋柜以外，它还有一个玄关的那种层架式的置物区。因为我觉得玄关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很常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我都希望业主回到家里，除了他可能可以有挂衣服跟放鞋子的地方，他还可以有一个丢他的钥匙的简单空间，甚至他可能就是可以像他这样子是可以展示一些物品的。玄关进来之后呢，它的右手边就是书房，左手边就是厕所。因为他现在呢就是要让小绿去他到底叫小绿还是小帅啊？反正就是你们再告诉我。但总而言之，他就是要把他推进去那个厕所里面。就光这个门片，我就有2件事可以讲。就第一件事就是我非常不爱这个线板，而且我也觉得线板不适合善仔，他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简约大气的人，应该会喜欢那种简约低奢风，像是这样子的感觉。这个家他现在帮他设计的就是有点稍微复古一点，很像维多利亚风格啊，或者是我们说台式复古风，他会用到一些长虹玻璃啊，或者是小冰柱的玻璃，然后做一些线板比较有造型的长相。其实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就是就算你做小冰柱的玻璃，可是如果你没有给它上一层雾膜的话，自然你人会变得很像马赛克的感觉，但是你是完全可以看到你的人形、人影跟颜色。如果你今天裸体露点在里面的话，那小冰柱不上膜的状态下的话，它是可以看到你整个人的身体，但它只是呈
现直条式的马赛克状。所以通常我们如果要用在厕所这样子的小病柱，而且又是客浴不是主浴的状况的话，那就会再上一层镀膜这样子。那可是有的人就即便上了那个镀膜，他觉得会看到剪影，他也会觉得不喜欢。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厕所门片是我本人喜欢，可是有可能你们不喜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如果是我自己在做设计，我也会做的事。因为通常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我就会先看什么地方是有采光，什么地方是没采光。那可是通常其实厕所我都会希望稍微是有点采光，我不想只利用机器去通风。偏偏呢，我们善仔家这个客浴呢，它就是没有采光，所以他设计师很聪明，他就帮他门片做玻璃的以外，他还做了那个玻璃砖，让它外面的采光啊，或者是他客厅那边的光线是可以透进来的。那现在呢，就进到了这个厕所里面呢，就是开始就有一些让我觉得吊诡的地方了，就是呢。我不懂，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厕所那个角落的地方会有一个就是 freestand 的家具，然后上面摆了很多设备。厕所最好的设计其实就是所有柜位都是 fixed 的，而且最好悬空，离地板有个20-30公分，这样你下面就可以很好打扫。所以那个我觉得看不懂，对。那说到厕所的内部呢，就有一个瓷砖计划上面我喜欢的地方，跟瓷砖计划上面我会嫌弃的地方。就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地砖呢是走灰色的，然后壁砖呢是走粉红色的。你知道，因为现在粉红跟灰色这个搭配，which 我觉得是很 OK， 因为现在很常就是像是什么 Serenity 啊跟 Rose Quartz， 就是灰蓝色跟粉红色的结合，是 Pantone 就是不知道2000几年很流行的色系。所以我觉得它选用上面是很正确的，就是因为它立面的材质是比较大块方形的砖，也是亮面的。那它地面上面的砖呢是比较小块一点的，然后是灰色的，是雾面的。因为呢，厕所我们都会很怕滑倒嘛，地面的砖通常的确我们会做小块一点，会比较不危险。那它的瓷砖计划呢，我也是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做的超级好，就是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壁砖跟地砖是对线的哦，就是它特别找的这个瓷砖呢，就是小块的这个刚好是大块的1/2。它这样子在拼地砖的时候，它就会让它完整的对线，然后你地板跟墙就可以这样连成一气，就是非常漂亮。我觉得这很细节控。可是你们有没有看到它最底缘垂直地板这个交接处，这个粉红色地砖最下面有一撩？因为通常我们在做瓷砖计划的时候，我们都会计算一个墙面的高度或是宽度嘛，那我们都会希望说，瓷砖可能可以刚好用完，或者是就它裁切的时候可以刚好裁切到一个漂亮的数量。它地砖应该就要跟壁砖粘着开始排，然后把上面那块碎砖放在最上面，因为上面其实比较不容易看到。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做设计的时候不会这样，但可能也有人喜欢。哦，我好喜欢这一段哦，就是他以为他要住在他家，男主角突然觉得很心动，都34岁的男生了，他还这么可爱。你看他这里使出了一个跑酷的技巧，就是他直接这样子撑越过去他的那个沙发。对。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善仔的客厅区。刚刚那边啊，我也是，就是一直觉得很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家啊，因为毕竟他是大明星吧，所以我在想他家是有在做智能家电吧。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吗？他门一关上，他灯就关掉了。你看，很酷哦。这一段就是我也是一个很入坑的一段，就是不管他们多久没有见面，男主角就是很喜欢女主角，所以女主角只要一要求什么，他就会像中蛊被下蛊一样，都会说好这样子，超可爱。哦，好，第一站来到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更衣间，因为呢，我觉得其实他家里面整个家里面我最喜欢的设计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他客厅的电视墙的设计，这等一下我们看到客厅的时候会跟你们说。再来呢就是他的更衣间，因为他的更衣间很特别，是在走廊的尽头。我自己在做设计的时候，我都会避免走廊产生，但是有时候在大坪数的房子的时候，难免如果你房间多间一点的话，你就势必一定会有一条走廊出来。那可是走廊的底端端景的地方要怎么设计呢？会取决于这个家看起来怎么样子的质感。它这个设计就很特别，因为它在更衣间做了一个超级大的双开门，是你门做越大是越方便你的一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柜位进去里面，因为有的人家里面他不一定全部都会做满系统柜嘛，有时候他可能会自己买一些大型的挂衣的或者是大型的梳妆台，那他这边就是做了一个玻璃的双开门，就呼应他厕所，就让它整体的质感很好。然后进到了那个更衣间里面呢，就是我也很喜欢这个设计，因为呢。很常我们在做更衣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做门片。可是其实如果你是有养毛孩的家，我就非常推荐你，即便你有自己独立的更衣间，你的那个柜子也是需要门片。因为呢，像它跟 Judge， 尤其是我们家的猫，它整个掉毛掉的超严重。但猫的毛是跟狗的毛不一样。以前我养它的时候，虽然它掉毛，但是我没有觉得那么困扰，因为通常它掉的毛就是会在地板上。但是我养了它之后，我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发现它的毛会飘在空气中。所以有时候我去看我那个开放式的衣柜的时候，那个毛都叠一层在我的那个衣服上面。所以像善仔家这样子啊，它虽然是一个完整的衣帽间，可是它有做玻璃门片的衣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更衣间全部都做满柜子的话，你就会觉得整个空间太沉重。所以呢，我觉得它这样错错落落，它还有一些层架式的跟铁件式的开放式的挂衣设计，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颜色我不喜欢啦，我觉得那个中岛颜色好复古哦，就那种柚木色，我觉得现在没有人在用了。我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善仔家呢，直接说有几个大点是我不爱的，就是我很不喜欢它色系的不统一。虽然有时候你用跳色可能会很漂亮，可是我觉得那个跳色也要在同一个色阶里面。举例来说，就是如果你的家里你是以黑灰跟米色这样子为底的话，那你跳色可能就是米色，因为黑灰是在同一个色阶上面嘛，所以对你这个家来说，可能你跳色就是米色。可是我就是蛮不爱，你可以看它梳妆台那边，它的蓝色呢跟深咖啡色，我觉得它是在同一个色阶上面，可是突然中岛它要跳一个柚木色，我就会突然觉得那个东西跟这个整体很不搭，很突兀。它中岛也是可以改成一个黑色啊，或者甚至是蓝色，或者是灰色，我觉得整体的视觉效果会好很多。灯具的设计也不是我喜欢的，应该是说在
已经有间接照明的状况下，它还有很多的聚光灯，然后而且聚光灯在的位置，我觉得都挺特别的。你不要骂我，我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好不好？对啊。接下来也是对我来说到了善仔家问题之处，就是他的书房。他的书房呢，首先它也是基本上是以一个蓝色为基底的，就像我说的，其实他家基本上都是以冷色调为主。你可以看到地坪的颜色是灰色，然后整个主卧房的东西是蓝色的，然后铁件也是黑色的。我跟你们说，走到书房的时候，就会开始让我觉得他们家的设计，就是在我心里会有点哎呦，因为你们还记得刚他玄关的那个小冰柱的铁件的那个隔屏是什么材质吗？它是有点像咖啡色的烤漆，或是有点金色的烤漆，就是它不是镀钛哦。可是呢，就像铁件这件事情，我很少会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如果一个家里面要用铁件，我又帮他用金色的铁件，又帮他用黑色的铁件，你这等一下到他家客厅也会看到一模一样的状况。我觉得那就会让整个视觉就是蛮混乱。其实我觉得基本上一个空间超过3种以上的主色系就会很奇怪，因为我都会觉得就是大方向单个真的是紧绷，然后跟这个房间里面有我最不喜欢，可是男生们最爱的就是双萤幕的电脑，真的很不爱那个萤幕的这个背面。我会觉得基本上你要不就是要做一个台度，要不然这个萤幕最好就是面对墙，因为电脑背面真的不是一个好看的东西。但是没关系，就是善来喜欢就好，你喜欢就好，对。但是这个空间呢，又有一个对我来说最吊诡的地方，就是你们看吗？在玻璃的隔间，它这个是一个拉门的隔间嘛，所以这个書房大方向是需要什么？它可能就是需要隔音，所以他才这样做吧。可是你可以看到左边，它左边这个墙是做格栅而且这个格栅是穿透的그 점이 아니라 그래, 이건 먼저. 通常我们在设计书房的时候，有的人的家的书房会需要隐秘性，那他可能就会希望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被打扰，那他可以把百叶帘或者卷帘降下来。所以 which 这里是有做百叶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只有做在 fix 的玻璃的这两侧，拉门的这里是没有的。所以那两个百叶帘是做心酸的，就是因为它降下这个百叶帘，你还是可以从旁边的格栅跟正面看到它里面，很奇怪啦。来到我算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虽然最喜欢这个地方，但我并不是说我最喜欢这个地方的设计，只是我很爱它这个家的这个客厅的采光，因为它这个采光呢是我很少会在台湾的建案里面看到，除非你是透天的别墅，就是它是 L 型的窗户，所以呢是 L 型的落地窗哦，就是完全是就是你可以看到外面的夜景非常的清楚，而且你们有发现善仔的家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吗？它楼高超级无敌高我这样光目测他家的楼高应该是有超过4米，我是说净高，因为他现在这个家里面天花板已经做起来嘛，那虽然啦这也是我在这个里面觉得的一个 bug， 因为他们家一定是应该会有冷气或空调，可是在这边找不到任何吊顶式冷气的痕迹，就是你看不到任何出风口跟什么，但我们就不要太计较了。以要做吊顶式冷气要预留的高度50公分来说的话，它现在天花板的完成面已经扣了50公分，可是因为你们知道善仔他的身高是190公分嘛，他还离这个天花板有这么大距离，就几乎2倍的距离，所以代表他家有350到380公分做完天花板完成面，再加上50公分，他家可能有420公分的净高就有这么挑高的房子，又做这样子的落地窗，整个你看那个夜景看起来有多美。它的落地窗前面放了一些植物这样子，你们假如想知道室内适合放什么植物不容易死掉，因为像它这个是没有户外阳台的，所以代表说它可能也不太能通风。那想知道要放什么室内植物不会死掉的话，你们可以去看这一集，我们之前有讲过。然后跟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迷思，觉得啊我电视墙我就是要一个实体的电视墙在做电视柜，所以永远呢我电视都要放在一个有实墙的地方。但是真的近2年，我们润年很常在做设计的时候，就是会做像它这样的设计，把电视做在是有采光的那面墙。它的优点就是只要你把你的实体的墙面空出来的话，收纳才是更需要放在完整墙面的，因为你可以想象嘛，柜体你很难做玻璃的，做玻璃的通常展示柜，可是很常你是需要收纳的，那做收纳柜就是不可能是展示的，那它不是玻璃的话，它就会把整个采光都避掉。跟你看它这个电视有多大，人的手臂展开大致上就是你身高的高度，当然有人手臂比较长，但小帅他大概是160公分的女生，她臂展开之后，这个电视还比较宽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视大概是有100寸的电视。但你知道我每次在看他们客厅的时候，就是这个客厅就有一些我看不透的家具，看不透的色系，因为如果是我的话，今天这盆植物我就不会给它一个橘色的盆栽，但因为它家颜色已经很多了，又有绿色植物，我其实会让它整个看起来更 neutral 一点。好，算我先不要再讲，但是就是可爱。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到了一个，就是我必须得说是善仔家我最看不懂的设计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餐厅跟厨房。就大家可以看这个餐厅非常大，厨房也非常的大，但你们可以看哦，因为它这个是应该是 IH 炉，不是用火的，它放在什么位置？它放在中岛上面。它家唯一有放火炉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会觉得最好的标配就是可能一字形的地方是有火炉的，是真的用明火的。那中岛的话，2口式或3口式的电磁炉，如果你家的空间够大，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配置。然后其实我很少看过这个设计，我是觉得这个设计很特别啦。以工法上面来讲，就中岛上面的那个洗手槽是在2个异材质的正中间，觉得这个设计不能说好看不好看，或者是有好有坏，就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但只是以工法上面来说的话，我也不会建议这样做，因为呢，你们知道异材质的连接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很难密缝，毕竟它是2种不同的材质。那如果你把一个设备放在2个异材质的中间的话，那就是假如有地震啊，或者是什么特殊的状况，其实或热胀冷缩，它其实会很容易从中间裂开。可是因为这边是水槽嘛，水槽毕竟是一个水线，中间如果有东西裂开，它就会很难处理。所以就是我自己本人不会想要做这个设计。不过如果我到一个人家看到他有这个设计的话，我会觉得很特别是没有错。然后跟你们看这么大
大的厨房。善仔呢，它有3个冰箱，1个红酒柜哦，3个冰箱哦，代表它应该是会很储藏很多食物，或者是偶尔会在家里煮饭的人吧。可是你们知道吗？它的电器柜它只有1个很像烤箱的东西，我不确定它是烤箱、蒸烤炉还是炊饭柜，但是我们它只有1个。那你看像你这样子这么大的空间，因为你们知道这种嵌入式的冰箱多贵吗？如果你真的只想要一个电器设备，你觉得你不会用到其他电器设备的话，那其实你柜子这样直的坐1躺就好。假如你做成像这样子2躺的话，其实它就是要对称才会比较好看。所以这个也是我看了会一直觉得哎呦这种的感觉。然后跟它厨房餐厅的灯具配置，跟它灯光颜色的选用，是比起更衣间我更受不了的。因为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间接照明，仿佛似乎是用了6000K 或者是5000K 以上的这样子的 K 数是白光的灯。那我们比较常是会使用在办公室的空间，可是在住宅空间的时候，间接照明其实很少会用到这么白的灯，因为你会让那个整个空间看起来很像医院。如果真的有的业主他喜欢白光，像我们金希车大大，他整个家白的要死，那他就喜欢白光 OK。可是他又弄了很多暖色系的灯，甚至呢，他一个空间里面呢就有2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吊灯。如果你要用那么多吊灯的话，那你起码风格上也要统一，因为这个风格我就是基本上我现在也是看不懂。你可以看这里有多少种灯具，它又是有吊灯，然后间接照明，然后砍灯，然后壁灯，然后还有更猛哦，更多一个哦，还有那个落地灯 floor lamp 这种，就是到底要多少灯啊？我们善仔到底有多怕黑？对。而且你们有没有看到刚刚他煮饭，他把那个倒进去，你们没有觉得什么地方很吊诡吗？我给你们3秒钟，你们想一下。它这里没有抽油烟机耶，你们有没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说吗？就是我为什么会判断它后面那一字形是没有用火的瓦斯炉？因为呢，假如有抽油烟机，即便你是做这样砍入式的柜位，它都会露出1条，就是你可以触碰、可以使用的。可是它这边完全没有哎。我虽然刚这样讲它坏话，但我现在要讲说这个房子的建筑量体我还是很喜欢的。喜欢就是那个在厨房的中间的这一段有采光，因为它现在是用百叶帘把它挡住了，但它中间那边是一道玻璃，这种设计就很特别。因为你在煮饭的时候，如果你把百叶帘这样拉开，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可是它没有抽油烟机耶，奇不奇怪？因为你看它一个这么完整的厨房，然后没有抽油烟机，那干丢。然后你看现在他们要一起吃饭了，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不喜欢这个空间配置的一个小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以这么大坪数的家，然后他又是一个大明星，想必他应该也是有些朋友吧。那会把中岛做这么大的人，代表他应该就是会想要做菜，或者是会想要招待客人来吧。但是他的餐桌居然是4人桌，哎，超级无敌小哎！我看他前面跟后面有多大的空位，这就以比例上面跟视觉上面来说，看起来就不是很合理。这个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但是我真的还蛮喜欢它这个沙发的，我觉得它这个沙发造型非常特别，因为它在最左边这一张是有一点微 L 型，可是又不是 L 型，然后它的那个沙发坐深是非常深。其实我觉得它整个家里面选的最好就是这张沙发。如果你们要问我说这个家里面什么东西最像是善仔的东西，跟最适合善仔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张沙发了。因为你们知道吗？毕竟善仔是一个190公分高的人，不然就你现在看到我这种沙发都不太适合他。现在要去房间了，现在要去房间了，好浪漫哦！可是我真的还想再跟你们抱怨一件事，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些线板的门呢。但我必须得说，这个设计师他还是有把风格做一致啊，因为他就做线板嘛，然后又做那个木百叶的衣柜，然后线板的衣柜，还有床头背板蓝色的那种，好像风布之外，然后还有带金边，就整个其实我觉得是很欧式的设计啊，应该这么说，但是我个人不爱。对，善仔家的地板，它的主卧房跟客厅，它就有地坪的分割这个区分。通常我们一般大豪宅也都是会这样，就是因为毕竟你在房间的空间里面，你比较有可能是下床铺、上厕所，然后你不会穿拖鞋，所以这里面的地坪通常都会做木地板，这种比较温润，不会是瓷砖或大理石。那它这个房间里面就是选用了一个鱼骨拼，可是就像我说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风格，只是我觉得它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氛围，因为我都会希望视觉上看东西的时候不要太突兀。所以你可以看到嘛，靠近门这边的墙是走一个灰色、蓝色的路线，所以是冷色调的。可是呢，它的门片虽然是白色的，可是可能因为打上黄光的关系，它会变得有点暖色调。然后再来呢，就突然接到它这个地板，就是很黄很黄，这个柚木色是我阿妈家的地板。我没有说柚木色的地板就一定丑，可是我觉得柚木色的地板会需要跟其他的装潢搭配。可是像这种冷色调跟暖色调搭配在一起的这种视觉的冲突，我个人不太懂。我很喜欢它这个主卧房有一个设计，就是你有发现吗？它床头背板后面是落地窗。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床的背后，或者是因为台湾或中国的一些风水，就是会觉得床背一定要靠石墙。可是呢，其实我们现在是讲究科学风水的时代，那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可以接受把那个床头的背板是放在大采光的地方。像我们家，我现在的新家，我就是把我的床头是放在整个背后是落地窗的地方，因为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能阅读用自然光阅读是最好的。哦，好浪漫哦，我真的很喜欢呢。我已经不知道我是喜欢他们2个还是喜欢这个采光。你看这里多浪漫。发现一个特别的地方吗？就是那边有玻璃拉门的那个地方是他的厕所嘛，就他的浴室。我说的那间很大的浴缸，然后每次他的那个乐队的另外一个吉他手都会跑来他家洗澡的那个很大浴缸，带着那个暖炉的地方。但是呢，我从那个里面我都一直只能看到他有淋浴间的样子，可是没有马桶，也没有洗手槽。
它的那个背后，除了它那一间浴室以外，右边其实就是它的更衣间。所以我跟你们说，它这个设计啊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回自动线，你有没有发现吗？虽然它更衣间是要走到走道的底开那个双开门进去，可是其实它的衣帽间啊是连着它的主卧房跟浴室的，所以就等于说在这个里面啊，如果你把那个双开门打开跟把卧房门打开，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回自动线，就看起来真的超级棒，就是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就该养只狗啊，就该养只边境牧羊犬在里面啊。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他们早上就是很甜蜜的 cuddling 完之后，早上一起在刷牙。可是你有没有看他在哪个地方刷牙？你看。在外面的浴室刷牙，哎，这个门看出去，外面是客厅，哎，看这玻璃砖，是就是外面那间厕所。你觉得会有正常人或者正常的情侣自己主卧房里面洗手槽，然后还跑来客浴刷牙的可能吗？这很不合理。这个我整个当时一直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不懂哎，这我真的不懂哎。现在呢，我们就看完整个善仔的家。那对我来说，我就是对这个家觉得有点悬念，所以我自己本人也帮善仔设计了一个家。善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啊，这是你跟小帅还有将来你如果养了一只边境牧羊犬或猫之后的新家啊，快看看喜不喜欢啊？那我会把就是完整的，就是我帮善仔设计的家呢，放在我们的 IG 里面。那个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就完整版你可以去我们的 IG 看。说到善仔的家呢，我还是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像他家里呢，为了采光部分大量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玻璃，我觉得都是蛮恰到好处的。因为例如说它有用到长虹玻璃啊、小冰柱啊，然后甚至它还有用到一些那种琥珀的玻璃或者是咖啡色的玻璃，都让他的家看起来更有层次感。回自动线也是我很喜欢的，就它真的是别有洞天。你进去更衣间的时候你不知道，可是其实它的主卧房跟更衣间都是一个完整回自的这个状态，也是我觉得很喜欢的感觉。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就是我不喜欢的地方啊，不喜欢的地方我就不再多说了，就是那是我个人的想法而已。但如果大家呢对善仔的家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那如果你还想要看别的偶像剧或者是连续剧的男女主角的家，或者是你想要看任何 idol 的家，都可以把那个你想看的内容告诉我，我会一个一个带你们 room tour 哦。他今天超好控制的，帮他录一下。孙姐，大人喝酒。很生气。